现在正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，北京老刘也祝大家双节快乐。这是北京西单路口的大花坛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顺便给大家拍一拍国庆期间北京的盛况。这是北京的西单，西单和王府井是北京以前最著名的两条商业街，不过一般北京人以前都来逛西单，外地人都去王府井。其实有很多年没有来西单了，感觉变化并不大。街道两旁还是那些建筑，原来一些高大上的商场，现在看来也比较稀松平常。西单商场，好嘞，白牌了。看到天气这么好，准备去天安门广场给大家拍一拍。天安门广场，看长安街上的建筑。每年的重大节日，因为去天安门广场的人非常多，所以周边的地铁、公交站都不停车，所以去天安门广场基本都要步行到达，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要徒步几公里。像今天从西单到天安门广场要绕行整整一大圈，要从前门那边绕过去，很多人都跟着路边的指示牌一直步行朝前。前门西大街了，很多人都走得太累了，先坐路边休息。人民大会堂。所以如果体力不好的老人和孩子就不建议来天安门广场了，确实走路比较远。终于到达了前面的广场入口，来广场要记得预约。这个检查还比较严啊，所以基本上跟登机的检查差不多啊，不该带的就别带了。现在终于进了广场，今天游客不算多，所以他没有查预约，一般估计整个11期间啊都要预约。这个也是预约免费参观。这是毛主席纪念堂，国庆应该有。纪念碑也铺上了红地毯，给大家实拍一下天安门广场的节日盛况。可以待到日落和降旗，快的时间，很多人都走累了坐着。今天广场上的人不算多，只有几千人，席地而坐的人还挺多的。估计很多人都走累了，在广场里坐下来休息。因为现在快5点了，一会儿有降旗仪式，所以这些人应该会等到降旗。我这个用的云台，所以我这样走路拍很稳。这个云台，这个橱窗里应该有啊。英雄纪念碑，就是走路拍特别稳，你看看，我可以穿梭在人群中，遇到人我往上一抬就可以了，整个画面是非常稳。广场的中央一个巨大的花篮，这还有个延长杆，可以拿得高一点。这个花篮足有10几米高，面积非常大，花团锦簇。这是一个5色大花篮，有水稻、小麦、小米、黄面、大豆，花团锦簇。众多的游客围着大花篮拍照。看，大会堂西侧的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现在用运动相机拍一个全身像，围着广场转一圈，好多游客。刚过5点，很多人就在降旗的位置坐等。很多外地游客来北京，一定会到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或者降旗。不过看升旗需要起得特别早，预约也比较难，
相对来说看降旗就容易多了。广场里转一转，等着降旗仪式。一会儿国旗护卫队就从天安门里面出来。远远看到国旗护卫队出来了。很难选择一个特别好的位置，就在这里给大家拍一拍整个降旗的仪式，尤其是这些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。走到长安街上，他们开始正步走。这些国旗护卫队的英俊小伙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平均身高1.88米。他们训练有素，整个步伐非常的精准。陆海空3军仪仗队。走在前面的有6位，这应该是升降旗的官兵，后面是国旗护卫队员。进入广场之后，走在前面的6位队员径直走到国旗杆下，其他的护卫队员绕半圈走到国旗的南边。当这些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从眼前经过时，观众都发出啧啧的赞叹声。后面可以看到北京 CBD 的高楼，北京最高的楼。这时候走在前面的6位官兵，有3位走下来了，3位留在国旗杆下。和升旗不一样，没有奏国歌，所以很多人没有看清楚，国旗就开始下降了。旗都下来了，挺漂亮的。他刚才喊了一声要下来，我还以为那个升旗要上去甩。我以为是。仔细看，国旗降下来之后的程序是这样的：护卫队的官兵开始绕着半场走，然后护卫国旗的战士也开始往前走，整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。看，6位走在前面的战士继续往前走，后面的战士跟上来。护卫队的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回天安门。和走出来不同，回去的时候就不用迈正步了。前后大约10多分钟，整个广场的游客都静静地观赏，一直目送着国旗护卫队的战士走进天安门。可能很多游客这终其一生只能来天安门广场看1次升旗或降旗，所以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。广场两侧也布满了巨大的花圃。广场的东侧是国家博物馆。和平时不同，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亮起了绚丽的灯光，而且也对游客开放了，所以能够欣赏到天安门广场的夜景也是非常幸运的。以前平时降完旗都不让再进了，可能是国庆的原因，没有夜景。往中心花坛走一走，夜晚的天安门广场更加迷人漂亮，盛大的花坛熠熠发光。
人们都举着手机拍照。欣赏一下夜色下的天安门广场。